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 channel，我係啫喱。木瓜佢嘅酵素可以有效地分解蛋白質啦，幫助身體吸收蛋白質啦。另外，木瓜肉所含嘅透明膠質可以補充膠原蛋白，令到皮膚變得白滑有彈性嘅。而且呢一種嘅透明膠質仲可以刺激乳汁嘅分泌啦。哺乳嘅媽咪亦都可以經常飲用木瓜湯嚟保持乳汁嘅分泌㗎。你哋今日好嗎？留言話我知，你哋今晚想飲咩湯水啊？祝你有開心愉快嘅一日。咁木瓜嘅皮呢，我都會保留佢嘅，因為木瓜皮包住咗一啲乳白色嘅細胞液啦，而呢啲嘅細胞液呢，對於人體嘅皮膚嘅修復係有非常之好嘅功效㗎。粟米佢所含嘅係全能營養，幾乎適合任何人士食用啦。尤其係佢所含嘅谷氨酸可以促進大腦發育，尤其係對小朋友嘅腦仔發育有非常之好嘅幫助㗎。為咗令個湯不寒不燥，我會加入30個 gram 左右嘅薑片啦。章魚佢即係八爪魚啦，咁章魚呢，佢含有大量嘅膠原蛋白啦，可以有效地減少皮膚嘅皺紋啦，令到皮膚富有光澤同埋彈性嘅。而且佢屬於高蛋白低脂肪啦，對於需要減肥嘅人士嚟講係非常之友好㗎。若果你對我嘅食譜有任何疑問嘅話，請你將個問題寫喺下邊評論區嗰度啊，我係非常之樂意同大家一齊討論㗎。瑤柱佢唔單止味道鮮甜啦，而且佢有滋陰補腎嘅功效嘅。另外佢所含嘅礦物質比魚翅同埋燕窩都更加高㗎喎。咁我呢度就用咗大概50個 gram 左右啦。花生佢所含嘅兒茶素同埋賴氨酸可以有效對抗衰老啦。經常食用嘅話可以延緩人體所有機能嘅老化㗎喎。咁我呢度用咗大概80個 gram 左右啦。30個 gram 左右嘅眉豆啦，佢含有豐富嘅磷元素啦，經過人體消化吸收咗之後可以延緩大腦嘅功能衰退啦，仲有增強記憶力嘅功效添㗎。補中益氣嘅蜜棗啦，我呢度用咗2粒嘅。上述介紹嘅乾品喺製作嘅過程中，難免會沾上一啲嘅沙石塵啦，所以通常我會將佢清洗3-4次嘅。同埋我會將呢一個湯嘅所有食材用料 list 咗喺呢條片嘅最後啦。如果各位有興趣煲呢一個湯水嘅話，請你將條片睇到最後就可以一目了然㗎啦。為咗避免各種營養元素嘅流失，以上嘅乾品喺煲湯之前我都唔會提前去浸佢嘅，只要將佢哋徹底清洗乾淨就可以用得㗎啦。另外，我呢度仲準備咗1200個 gram 左右嘅豬手啦。用豬手嚟煲湯，唔單止啖湯味道鮮美啦，而且豬手仲含有非常之豐富嘅膠原蛋白啦，可以有效地延緩皮膚嘅衰老啦，同埋修復皮膚嘅皺紋添嘅。我會將豬手擺落啲凍水度，跟住煮滾佢啦，將豬手嘅血水同埋雜質逼出嚟嘅，咁樣個湯就唔使驚因為高嘌呤而引發痛風啦。我通常習慣將飛完水嘅豬手擺入雪櫃雪佢1晚，因為雪過嘅豬手再煲湯，啖湯就唔會油淋淋㗎啦。咁我呢一碟就已經係尋晚飛過水嘅豬手啦，咁而家就可以用得㗎啦。我今日會用明火嚟煲湯啦，所以我會加入3 lit 至3.5 lit 左右嘅清水落個湯煲度啦。咁我會用個大火將個湯煲滾咗去先，需時大概15分鐘左右啦。提一提大家，若果想個湯更加香甜、更加鮮味嘅話喺個湯轉咗用細火煲之後，就唔好再喐佢啦，直到煲好咗之後先至開蓋嚟攪佢。咁樣所有嘅食材嘅鮮味、香味都會完全融入喺啲湯水入邊㗎啦。咁我而家就轉用個細火，將佢再煲多90分鐘啦。哇，好香啊！
一打開個煲蓋，濃郁嘅香味撲鼻而嚟，跟住喺我成個廚房嘅空間度彌漫。瑤柱同章魚嘅海鮮香味首先撲埋嚟，跟住再聞到豬手嘅香味夾雜住木瓜清新嘅幽香味。呢個湯淨係聞個香味都已經令人食指大動啦。咁個湯我就唔會落任何嘅調味料噶啦，因為呢個湯嘅原味呢都已經係好好味噶啦。啖湯飲落順口柔滑，味道濃郁而冇任何嘅油膩感覺嘅。你哋係咪都好想飲一啖啊？不如今晚就試下煲呢一個咁好味又營養嘅湯水啦。若果你都鍾意我嘅食譜，請你俾 like 同埋留言話我知啦。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， 順便撳埋隔離個鐘仔啊！多謝晒你嘅收睇，我哋下一個食譜再見啦，拜拜。